孩子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给了大明最后的体面，现在换我来吧。何人敢犯朕的大明？谁说俺要上路了？都怪老奴，都怪老奴糊涂，没给您寻一条结实的上吊绳，害陛下再受这二茬罪。闭嘴，狗奴才！老奴死罪，老奴死罪，陛下息怒。这是哪里？紫禁城怎会陷入火海？朕不是该在应天府的皇宫里，弥留之际握着皇孙允文的手，叮嘱诸子辅佐他守好大明江山吗？抬起头来，告诉朕，如今是建文帝第几世后代在位？回皇上，建文帝当年被燕王朱棣发动敬之仪击败，燕王登基后改元永乐，如今传到皇上这儿，是永乐帝的10世孙，年号崇祯。什么？永乐帝？朱老四！当年咱家何等信任他，封他为燕王，赐提兵权，竟没想到这小子敢违背遗诏，起兵谋反，篡夺皇孙的江山，大逆不道！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江山终究还在朱家子孙手里，没有落入外姓人手中。咱朱重八当年拿着一个破碗大败陈友谅，浇灭张世征，亲手打下了这大明300年江山，绝不能就这样毁在闯军于满清手中。李自成、多尔衮，朕的大明还轮不到你们来放肆！李自成的贼兵离宫门还有多远？城内尚有多少可用之兵？回陛下，贼兵已攻破外城，正猛攻内城各门，估计不到1个时辰便要破城。城内守军溃散大半，只剩数千锦衣卫和部分精营残兵守在城门多久了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传朕旨意，令锦衣卫指挥使率所部精锐，封锁宫门及主要街巷，凡溃散士兵敢劫掠百姓者，格杀勿乱。再令精营残兵死守内城各门，拖延时辰，凡能坚守半个时辰者，官升3级。老奴这就去传旨。等等，你去传旨时，顺带告诉锦衣卫，若遇达官贵人私藏财物，意图开门献城者，无需禀报，当场斩杀，抄没家产以充军饷。朕知道城内有不少人盼着李自成进城，想保全自身富贵，朕偏要让他们知道，背叛大明者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老奴遵旨，老奴遵旨。朱棣啊，朱棣，你个不孝子，夺了允魂的江山，迁都北京，朕暂且不与你计较。可如今我大明危在旦夕，你这一脉的子孙守不住江山，朕便替你守。陛下，内城西北角楼已被贼兵攻破，精营士兵伤亡惨重，还请陛下移驾。移驾？朕的江山，朕哪里也不去。随朕去午门，朕要亲自督战，让这些贼兵看看，我大明皇帝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朕乃大明崇祯皇帝，受命于天，君临万邦。今逆贼李自成以流口之身窥伺神器，妄图倾覆我大明社稷，篡夺江山，此乃上逆天理，下违人心，天地不容。尔等在此浴血死战，皆是朕的忠臣良将。今日朕在此立誓，但凡击退贼寇在场将士，一律官升3级；凡斩杀活捉贼军大将者，封万户侯；若有勇士能斩下闯贼李自成首级者，封王爵，享万世荣华富贵。王大办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紫禁城内所有5品以上文武官员，无论京官、闲职、职守者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你即刻召集身边新听府可靠太监，吩咐各处通报，不得有误，速去速办。遵旨。众爱卿，如今逆贼李自成已破外城，贼兵势大，京师一时难以抵御。事到如今，你们有什么退敌之策，尽可忌讳。朕恕你们无罪。陛下，如今闯贼数十万大军围城，京师内外断绝，紫禁城内早已无可用之兵、可战之将。以臣之见，如今之计，不如什么？爱卿但说无妨。支支吾吾，岂是大明贤臣风骨？臣请陛下开城投降闯王，以求保全身家性命，保全宗室百官。逆臣贼子，妄议降贼，动摇军心，罪当凌迟。陛下可速速将此乱臣贼子推出午门斩首，以正军心。其他爱卿，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张尚书所言虽刺耳，却是实情。如今内无强兵，外无救驾，突围已然绝无可能。依臣之见，不如与闯王议和，划地而治，尚能保全大明半壁江山，保全宗庙社稷呀！成国公所言极是，战则玉石俱焚，和则暂保平安。陛下，为天下苍冥计，议和是唯一出路。闯贼势大，不可力敌呀！如今京师兵源枯竭，外援不至，看来朕也只能依诸位所言，与闯贼议和了。皇上，万万不可议和呀！朕说的议和，不是投降，而是以战促和。陛下恕老奴愚钝，您的意思是？众爱卿听清楚，如今闯贼破我外城，眼看在李自成眼中，
我大明君臣不过是一群望风而降、软弱可欺的鼠辈，他只觉得是他兵锋无敌，我等无力抵抗，才不得不屈膝求胜。你们扪心自问，自古忠臣不是二主，你们这等临危变界之辈，李自成得了北京后会真心重用你们吗？兔死狗捧，鸟尽弓汤，等他坐稳江山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卖主求荣之徒。李自成一路破关入河，半年奔袭千里，士卒早已人困马乏。现在他虽看似势大，实则后方空虚。山海关外，吴三桂手握关宁铁骑，只要我等死守内城，扛过这最初几日猛攻，不出半月，四方援兵必至。到那时再谈议和，我们才有筹码，才有底气，才能让李自成退出北京，俯首称藩。众爱卿，你们是要做屈膝求荣的死囚，还是要做守土卫国的功臣？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众卿听旨，李国珍，朕命你为禁军统领。孟兆祥、王家燕为副统领，同有赶退半部除锦衣卫外所有兵马，死守内城各门，务必坚守至秦王大军到来。臣遵旨。至于张巡燕与朱巡臣，你们既主张议和，朕便成全你们。朕命你们三人即刻出城，前往闯营议和。万万不可啊，皇上！大明祖训：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议和。天子守家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岂可与流贼议和，玷污大明国篡？臣死谏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祖训当年是老子定下的祖训，是让子孙励精图治，守土卫国，不是让你们这群腐儒拿来捆住皇帝手脚，坐视江山灭亡的。天子守国门是让你们练兵备战，固国强兵，不是让城破之日只会喊一句以死报国，半点实用计策都拿不出来。范爱卿，你的忠心朕知道，可朕问你，不由和不缓兵，仅凭城内数千皮兵，你能挡得住李自成10万大军吗？臣虽不能退敌，城破唯死而已，谨遵祖训。死最容易，可江山没了，祖宗基业没了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就算死了，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吗？高文草，臣在。你即刻点齐500锦衣卫，直奔朱纯臣、张巡燕府邸，抄家灭门，老少不留，一个活口都不许剩下。另外，凡与王德华往来密切、暗通贼寇的太监，一并斩杀。皇上，朱张两位大人刚才奉旨前往闯营议和，是和是战，是相是伴，无定论。此刻便行抄家灭门之举，恐怕于理不合啊！高亲家，朕知你是忠臣，朕不瞒你，这3个人回不来了，速速去办，把抄出来的金银粮草尽数运回宫中。臣遵旨，臣即刻便去。李若坚，臣在。朕给你半个时辰，戒严内外。之前拿货的造谣惑众、动摇军心、暗通流寇的官员，不分大小，全家押至各门城楼之下，当着守城将士的面，当场处斩，以儆效尤，家产抄没一并当来。臣遵旨。王大办，奴才在。你去传朕口谕，自此刻起，京官无指擅自出宫者斩，官员家眷私逃出城者斩，守城军士擅自下城者，奴才遵旨。朕自京城，朕在，城在，城破，朕与城同岁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回来，再去清殿大内存银尽数换来，再去兵器库将尚能使用的兵器铠甲全部挑出送来，还有把太子、定王、永王带来。再准备几套寻常太监的衣物。是。皇后与几位公主现在如何了？皇上，您忘了吗？周皇后已在眉山之事发前，自缢于坤宁宫，以身殉国了。长平公主被皇上挥断去一臂，此刻昏迷不醒，生死未卜。昭仁公主她已薨了。是他的子孙，他的血脉，他一手开创的大明，竟落到这般地步。长平公主不必带来了，你挑一名忠心最可靠的太监，给她剃去长发，换上宫女服饰，设法送出宫去。她已断臂，就算落入贼手，想来也不会多加为难，让她活下来。是。第一队200人围城国公府，4门封锁，不许走脱一人。第二队200人围张景燕宅，河外合围，凡院内活物一律格杀。第三队100人街面戒严，敢有窥视报信者，红罪连增。锦衣卫奉旨，逆臣朱纯臣通贼谋蛮，合族诛灭。开门！所有人原地跪伏，反抗者当场斩杀。高将军，国公爷是奉皇上旨意去议和呀，不是通贼，求将军明察。朱纯臣身为勋贵之首，国怕之日，私出京城，暗劫流寇，名为议和，实为县城。皇上有旨，何族抄斩男妇老幼，一概不留。动手！搜
金银田器珠宝库房全部抄没，庭院内内外犬马朱家一概杀绝，不留活口。封门，下一城张巡燕宅。几位卿家，臣在。朕命你们不惜一切代价，死守12个时辰。皇上放心，臣等粉身碎骨，也要死战到底，以身殉国。皇上请放心，臣等必死战不退。臣弑君之路，为君分忧，万死不辞。朕知道你们是忠臣，只可惜这一回你们真要以身殉国了。臣无厌回怀。从军中挑选50精锐亲军，必须是绝对可靠之人，让孟卿之子孟章明率领。朕要趁夜突出城。皇上，您方才不是命人死守京城，又遣朱纯臣等人前往议和，这究竟是何用意？北京城守不住了，李自成兵临城下，志在天下，城中金银如山，美女如云，他怎么可能因为一纸和议就退兵？元人也曾求和，也曾退让。记得一句话：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各地秦王大军都在观望徘徊，熟守两段，没有一家会真正拼死来救。朕不能死，只要朕活着，只要朕突出重围，大明就还有半壁江山，还有卷土重来的希望。都起来吧，去办各自的事。臣等复旨：朱纯臣府邸家丁持械顽抗，已被臣尽数诛杀，满门抄斩。抄得白银50万两，黄金3万两，古玩字画无数，2米堆积如山。张巡燕家中抄出白银20万两，黄金1万两，细软已全部运到。另外，从朱纯臣后院密室中搜出私藏精铁兵器、铠甲上千件，皆是禁军制式。做得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从这些金银之中拨出5万两，按职级分给此次抄家的锦衣卫将士，其余金银米粮除古玩字画外，全部运至各门城头，分发给守城将士。臣遵旨。等等，你们传令下去，这些金银是朕体恤他们忠勇可嘉，额外赏赐。之前拖欠的粮饷，待朕破贼之后，一律如数补发，分毫不缺。若直接本发，士兵政治当是理所应当；若说是皇上特赏，人心必暖，士气必振。眼前这位皇帝，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心思缜密，杀伐笃决，判若两人。臣遵旨。回皇上，老奴清点完毕，大内银库只剩白银5万两，勉强挑出可用兵器1000余件，完好铠甲500副，其余皆年久失修，朽污坏不堪用。堂堂大明皇宫，库藏空虚至此，而外面那些勋贵大臣，一个个富可敌国，却一毛不拔，坐看江山崩塌。朕知道了。王大板，奴才在。取几套寻常太监服服。你在宫中多年，可有真正心腹可靠之人？皇上放心，奴才手中有几位跟随多年、生死不负的老奴，奴才愿以人头担保，必拼死护3位殿上周全。好，你们都是我大明的忠奴，如今闯贼兵临城下，朕将3位皇子托付给你们，拼尽一身性命，也要护他们周全。如果成功到南京，你们就是救国功臣，必将留名青史。皇上放心，奴才等万死不辞。若能平安护送殿下抵达南京，奴才等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给每人分发碎银几10两即可，不要多，不要整锭，以免路上漏财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朕的皇子，朕的血脉，朕的大明江山，今后全系于你们一身。王大板，宫中可有隐秘出口，能悄无声息离宫？回皇上，有是有一个，只是都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是神武门西侧墙角的公统道道，那是平日运送净统出宫的通道，狭窄低矮，仅容1人匍匐通过。只是殿下乃是龙子凤身，金枝玉叶，怎么能从那种污秽之地通行？龙蛇潜渊，不拘泥于清早，你们就从这里出去。出宫之后，不许再称太子、王爷，给他们换上布衣，改做寻常人家子弟。太子叫小浪，定王小定，永王小永，记住这3个名字。父皇，儿臣不怕，儿臣愿去南京，重振大明。记住，出去之后，莫要再称朕为父皇，莫要再摆皇子架子，见人低头，遇事藏住。活下去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只要你们活着，大明就不会亡。暗道狭窄，臭气熏人，需弯腰匍匐而行。
姐姐只有1更天的时间。出发。李自成，朕的后手才刚刚开始。王大办，闯贼眼下攻哪座城门最猛？回皇上，是西中门，如今是襄城卓李国珍大人亲自镇守。李家世袭爵位，至今已是第11代，满门忠烈。好，随朕去西直门。皇上，西直门炮火连天，您万金之躯去了太危险了。奴才斗胆求皇上。臣现在眼线未察觉，换上普通衣服，由奴才率锦衣死士护驾，从密道出宫，南下南京。南京有完整的6部朝堂，有数10万江淮守军。皇上到了南京，便可重整江山啊！朕知道你的意思，朕之所以迟迟不走，一者要给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出宫藏留足时间；二者，朕在这宫中一日，文武百官、守将士便有主心骨。一旦朕悄悄离宫的消息泄露，人心立刻溃散，不用1个神内城逼迫，到时候朕只会被刘贼追擒，受辱于贼寇之手。皇上考虑周全，是奴才愚钝。起来吧。臣襄城伯李国芝恭迎皇上圣驾，吾皇万岁！襄城伯免礼，你李家自永乐帝靖难起兵，世袭爵位11世，代代忠良。今日国难当头，你能死守西直门，不负列祖列宗，不负朕，不负天下。臣誓受国恩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。如今守城形势如何？将士还撑得住吗？回皇上，西直门现有守城将士1100余人，多数人已经3昼日未曾合眼，饥寒交迫，死伤惨重。但今日皇上亲自登城，许诺破贼之后续功擢升，将士们士气大振，已经接连打退闯贼7次猛攻，贼兵士积如山，始终未能踏上城头一步。好，抬上来！众将士听着，这一车车白银，皆是皇上从内银库与近日查抄贪官污吏家府所得，尽数赏给你们，还不速速谢恩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誓死效忠皇上，死守西都门。朕知道你们怕，城外是百万闯军，城内是断粮缺饷。有人觉得这城守不住了，有人在盘算开城投降能换几条命。但朕今天告诉你们，降是死，战未必。带上来！钦定通贼逆臣名单，暗通闯营，翰林院修筑正6品，勾结贼使，密谋内应。项羽詹事府少詹使正4品，身列清流，心怀2志，吴孟明锦衣卫千户正5品，身负皇命，私通流寇。以上人等识君之路，叛国投敌，天理难容。朕令即刻问斩，悬守城楼，以儆效尤。斩！杀得好！通贼卖国贼，死有余辜。誓死保卫大明，誓死效忠皇上，与城池共存亡。臣李国芝率西直门全体将士誓死报国，与城俱亡，绝不退后半步。誓死报国，与城俱亡。哼，崇祯派你们3人来，所谓何事？回闯王，如今大王天兵压境，京师震动，皇上自知无力抵挡大王仁义之师，特命我等3人前来，愿与大王议和，只求罢兵息战，保全大明宗庙。议和？现在才想起议和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家大王兵临北京城下时，曾派杜预入城谈判，劝那崇祯早归降，可那昏君不识抬举，一口回绝。如今外城已破，内城指日可下，还议什么和？我看你们3个根本不是来议和，是来送死的。
刘将军息怒啊！此前是皇上糊涂，不识大王天威，如今他已知悔复，愿全盘答应大王此前提出的一切条件，封大王为西北王，割让西北之地100万犒军银，3日之内必定送到，只求闯王高抬贵手，暂且退兵啊！哦，崇祯那小儿真的同意议和？莫不是你们3个自己想求和吧？闯王明战，皇上的诏书在此。字字皆是天意，绝无虚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愿封大王为西北王，割让秦晋豫3地，岁输白银100万两，只求大王高抬贵手，暂且退兵。诏书你们也听了，各位以为这议和是应还是不应？闯王，2日前我军尚顾虑四方秦王兵马，故愿与崇祯议和，暂稳局面。可如今山东兵不来，江南兵不至，关宁铁骑远在山海关，北京已是一座孤城，大明气数已尽，天怒人怨，此时退兵岂不是放虎归山，自留祸患？况且崇祯此人刚愎寡恩，背信弃义，当年与卿议和，他密令陈新甲主持，事谢之后却将陈新甲抛出来顶罪，如此薄情寡义之君，今日答应的再好，他日一旦缓过劲儿来，必定撕毁盟约，发兵围剿。军师说的对，我等跟着晁王揭竿而起，从商洛山中九死一生，到如今破京灭明，整整15年。如今机不可失，一鼓作气打进北城，里面的金银札宝、美女手段，全都是我们的。宋军师，刘将军所言极是，崇祯无容人之量，无治国之能，把大好江山糟蹋得满目疮痍。朕今日入京，乃是顺天应人，取而代之议和之事，不必再提。闯王，臣愿弃暗投明，为大王效犬马之劳。臣镇守齐化门，愿为大王里应外合，打开城门。奴婢也愿降，奴婢熟悉攻城路径，各门防守，愿亲自引路，带大王直入紫禁城。臣亦愿降。我当大明的王公大臣有多硬气，原来全些软骨头。哼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既肯归降，便可留用。好，既然你们愿降，朕便饶你们不死。即刻随我大军入城，打开内城门。谢闯王不杀之恩。闯王，臣有一计，可是大王大军入城易如反胆，兵不血刃，拿下皇城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大王可先假意答应议和，臣等回去之后，便将闯王同意议和的消息散布出去，守城居民必定松懈无备。到那时，成国公暗中打开齐化门，大王大军趁夜长驱直入，可一举而定。哈哈哈哈哈！久闻张尚书善于见风使舵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大明朝的兵部尚书不教朝廷如何守城，反倒倾囊相效，教敌人如何攻破京城。张尚书真乃大明忠臣呐！先生说笑了，古人云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崇祯无道，天命已移，臣自然要归附真命天子。大事一成，你们3人皆是开国元勋。谢闯王！皇上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闯军大营拔营后撤了。探子回报，李自成的人马开始向后移动，营寨戒备也松了大半。想来是派去议和的3位大臣成事了，闯王答应退兵了。王大本跟了朕这么多年，还是把人心想得太简单了。李自成兵临城下，破城只在朝夕，他图的是朕的江山，岂会因几句口实力便轻易退兵？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意思就是朱纯臣、张巡燕、王德化3人早已出卖朕、出卖大明了，他们要里应外合，开口防敌。成国公他可是世袭勋贵，国之柱柱啊！到了这一步，爵位、官职、性命在他们眼里都比江山社稷重要。李自成后撤根本不是议和，是朱纯吞等人给他通风报信，好让朕露出破绽，城门防守松弛，将朕生擒活戳，陷于闯贼阶前。王承恩，奴才在。你立刻亲自去，宣孟章明、李若贤、高文祴即刻入宫见朕，快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是。回来，去把查抄朱纯臣、张巡燕2人家产所得的金银珠宝全部装车带上，1两不留，一件不剩。皇上，这是……朕自有妙用，快去快回，迟则生变。奴才遵旨。李自成，你以为朕会坐以待毙？朕从怀幼布衣一路杀到95之尊，什么绝境没见过？这一局，
朕陪你玩到底。臣孟章明、高文察、李若莲叩见吾皇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孟爱卿，朕知道你父子一门忠烈，前几日朕令你挑选的50名可靠精锐，是否已经准备妥当？回皇上，早已挑选完毕，全数潜伏于殿外偏廊，皆为忠勇可托之士，愿以死护驾。好，朕没有看错你。今夜，我们便假扮议和送礼队伍，出城前往闯营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齐化门外兵丁多有见过圣颜之人，一旦被认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高大人所言极是，皇上万金之躯，怎能轻涉险地？皇上，齐化门内外已是乱兵纵横，耳目众多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万劫不复。朕已决定剪发易服，亲自扮成一名不起眼的小太监，混在队伍之中，低头随行，蒙混过关。皇上，您是天下之主，九五之尊，怎能屈身扮作燕四之人？此事传扬出去，于国体有损，于君威有辱啊！皇上，臣等护驾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，可您怎能如此委屈自己？求皇上三思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昔日勾践卧薪尝胆，韩信胯下受辱，皆为保全大计。朕今日剃一发易一服，算得了什么委屈？只要能活着离开北京，只要能抵达南京，只要能重整大明江山，朕受这点委屈值得。不必多言，即刻准备出发。臣遵旨。前路未卜，生死一线，可这一次，朕不再犹豫，不再回头。皇上，再往前就是城门盘查口了。新建王仙通麾下老卒亲卫，不少人见过圣颜，万一有人认出来，只管往前走，一切按朕事先交代的应对。快，再快一点，轻一点！站住！什么人？深夜敢闯齐化门？再往前一步，弓箭手放箭了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大明奉旨出城，前往闯营议和送礼，耽误了国家和谈大事，你们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可有兵不堪合？可我成国公的手令。成国公、张尚书、王公公早已与闯营议和订约，此乃皇上亲赐的犒赏御品，勘合随后即到。先放队伍出城，误了和谈，你们满门抄斩都抵不了罪。事关重大，可否让我等核对一下人数？有什么好核对的？再敢拦路滋事，惊动城外闯营，和谈一旦破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你！城下何事喧哗？敢在齐化门滋扰？王公公，您怎么在此？深夜带队出城，可是皇上亲口旨意？新舰长，皇上不忍京师百姓生灵涂炭，特命咱家押送御赐金银绸缎，前往闯营议和献礼。你是？南京。臣王仙通，恭送陛下，陛下一路保重。此乃奉旨议和御赐队伍，即刻开门放行。是，任何人不得阻拦，不得盘问，违令者立斩不赦。走，快！别了，北京，朕一定会回来。陛下，臣只能送您到这里了。臣当死守此门，以死报国，不负大明。站住！何人在此夜行？今夜奉令巡防，禁绝一切往来。尔等何来？竟敢押着满车货物擅动！瞎了你的狗眼！大明奉旨与闯王议和，特遣御前进士押送金银珠宝前往闯营犒师。议和？我家闯王早已与成国公订约，何须深夜押着财物私动？吾闯王令箭，吾守城看河，谁信你们是议和队伍？先把箱子打开，验明财物来历，之后押你们去大营。应聘必败。将军明鉴，此乃皇上亲赐犒军之礼，本就该孝敬闯王。将军若是放行，日后闯王论功，必有将军的份。这车财物便先赠与将军，聊表谢意。
这军中规矩，私售财物怕是不好交代。此乃内府御赐，将军收着。日后和谈成了，咱家再向闯王进言，保将军富贵无忧。罢了，看在御赐财物的份上，本将放你们过去。但记住，不许走官道，不许停留，立刻赶往闯王大营。若敢绕道赶回头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快走！皇上，好险，多亏了这一车财物。财帛动人，自古如此。他们要的是利，我们要的是生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但大顺巡骑未必只这一处，拿出一些细软，把大车弃在路边，轻装急行，星夜赶往通州。皇上，这些财物，这些本就是用来麻痹敌人的，如今换来了生路，留着反而是累赘。弃车，立刻！只要能到通州，只要能掌控兵马，就能顺着运河南下南境，就能重整大明的江山。这议和队伍倒也识趣。城下何人，竟敢夜闯吉府重镇？城上守军听着，奉旨南巡钦差驾临，速开城门，即刻通禀通州坦兵杜应登接驾，实则以抗旨论处。三更半夜无符无印，也敢冒充钦差？我看尔等是流匪细作，想来炸城。再不退去，本将便下令放箭了。朕朱由检、杜应登开城。快去禀报总兵大人！胡说八道！当今圣上坐镇紫禁城，岂会轻离京师半步？尔等奸佞之徒，竟敢冒充！再不退去，本将定将尔等身葬刑灭！杜应生，睁开你的眼睛看清，此乃朕的御用九龙配，你敢紧闭城门，抗旨不遵，是想谋逆造反吗？开城门，快开城！臣有眼无珠，冒犯天颜，罪该万死，求陛下饶命！杜总兵，言于职守，何罪之有？乱世当口，谨慎为本。起来吧，即刻召集通州城内所有高级文武官员，半炷香之内有敢持物者，以军法论处。臣遵旨，臣立刻去办。公公，你真信皇上那番话，什么密旨南迁？若是真要南迁，为何只带几十人深夜出逃？依我看，定是北京已被李自成攻破了，他是从城里逃出来的丧家之犬。杜大人所言极是，李自成100万大军压境，北京必破无疑。咱们不如派人连夜赶往北京，向昶王禀报崇祯下落，献城归降，这可是颇天的功劳，将来封侯拜相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好，我即刻本心腹亲兵，消传密信，从通州侧门溜出。另外，我待会儿便设宴款待崇祯。若是真南巡，必定赴宴；若是逃出来的，定会百般推辞。我已安排亲兵埋伏厅外，久寒之时一声令下，立刻冲进去活捉崇祯。只要把活的崇祯交给李自成，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就全有了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！杜应僧遣人前来，说是为恭迎圣驾压京洗坟，在私宅备下酒宴，请陛下即刻移驾复席。依老奴看，这分明是鸿门宴呐！鸿门宴，他杜应登敢摆，朕就敢负。皇上万万不可！咱们身边不过数十锦衣卫，一旦有变，如何抵挡？不去便是示弱，朕唯有以身犯险，逼他提前动手，方能一举拔出祸根。传孟章明、高文采点齐40名精锐锦衣卫，随朕赴宴。甲胄藏于衣内，绣春刀不离身，听朕号令，见机行事。臣遵旨。陛下驾临，臣府蓬荜生辉，特设薄酒为陛下驱寒，还请陛下赏脸入席。陛下，臣敬您一杯，祝陛下南巡顺利。杜从兵镇守通州，此刻不持兵马，反倒设宴，倒是有心了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陛下南巡下一站意欲前往何处？臣也好提前调拨兵马，护驾周全。是啊，皇上总得知道目的地，我们才好准备船只粮草啊。两位大人费心了，圣上自有天机安排。至于行程，时机一到，自然会告知诸位。
杜应灯、崔明良，你们暗设伏兵，意图谋害圣上，是想造反吗？事到如今，还敢装模作样？放肆！本官忠心耿耿，何来谋反？你们冤枉本官！老奴冤枉，是他们陷害皇上，救命啊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！你派往北京密告李自成的探子，刚出通州侧门便被截获。这封通敌密信，就是你谋反铁证。拿下崇祯，便与草王人人有赏，封侯拜赦就在今日。江副总兵，朕问你，你是忠于朕、忠于大明，还是要与杜应灯、崔公良这等叛贼一同谋反？臣不敢！臣江明武誓死效忠大明，誓死效忠陛下。全体将士听令！当今大明崇祯皇帝在此，杜应灯、崔明亮通敌叛国，罪当诛九族。你们皆是被他蒙蔽，即刻放下武器，跪地投降，可免一死。胆敢再动，格杀勿论！我等愿降，效忠陛下。江明武，你临危不乱，忠心可见。朕命你即刻接管通州全城兵马防务，关闭四门，安抚军心。臣遵旨，万死不辞。杜应灯、崔明两通敌叛国，意图弑君，拖出去，即刻斩首，全灭守城门示众3日，以儆效尤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！这一局我赌赢了，通州终于真正握在了自己手中。陛下，北京外城已被闯贼攻破了，臣万死不辞。第一，准备几10套寻常客商衣物，朕身边这几10人全要换装，备足干粮马匹。朕要趁5更天从通州偏门出城，直奔天津卫。第二，你在迁兵之中挑一个身形相貌与朕有几分相似的人，是替身，引开追兵。臣遵旨。江青，若闯贼大军压境，你实在守不住，开城投降，保全一城军民性命，朕也不怪你。不敢，臣不能。闯贼若来，臣必死战不退，以身殉国，为陛下多争取一刻生机。周柱子，朕有一任务交予你，九死一生，你可愿意？能为陛下做事，小的万死不辞。小的不敢，这是龙袍，小的一介草民，万万不敢亵渎。这是朕让你穿的，不是让你僭越，是让你救朕、救大明。你无罪有功。时间紧迫，速速出发。国破家亡之际，江明武的死战之心，周柱子的舍身相替，让冰冷的心底重新燃起一点火星。陛下可以走了。走。臣江明武今生今世，死是大明鬼，今日在此，誓死守卫通州，以报皇恩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备战，箭上弦，刀出鞘，炮装药，闯贼赶进通州一步，杀无赦。大明最后一丝希望，系于这一路奔逃的马蹄之上。闯王，大事不好！狗奴才好大的胆子！老子睡得正香，混意外了不成？闯王饶命！是宋军师，宋小师在帐外求见，说有10万火急军情禀报。快速请宋军师进帐。闯王，大事不妙！崇祯帝朱由检恐怕已经不在北京城了。什么？我数10万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，他插翅难飞。宋军师何出此言？属下安插在皇宫的密探急报，自昨夜议和之后，崇祯在宫中失去踪迹。更可疑的是，今夜2更时分，我军巡城队在南城外遇到一队明廷人马，声称奉旨押送议和金银前来犒军。此玉乃大内御用之物，崇祯定是乔装改扮，混在这支队伍之中。借我军以为议会和已定，防备松懈之机，金蝉脱壳，逃出京师。朱纯臣、张行燕、王德化3人，根本就是与他串通好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好个奸贼！即刻传令，召集所有文武核心将领到议事厅集合，把朱晨、张巡燕、王德化3个狗贼给我绑了，押到庭前听审。是。闯王，我3人一片诚心归降，绝无二心，冤枉啊！大人一块洋日白玉，
此物见是铁证。2更时分，遇到一队靠军队伍，领头太监用这块玉佩，小的贪财就放行了。区区一块玉佩，便坏了闯王千秋大业，拉出去斩了！闯王，臣断定崇祯就是混在队伍里出了城，此等贪财误事的小人，拉出去即刻斩了。那玉佩的质地、雕工、龙纹形制，竟与他府中珍藏的皇家赏赐玉佩一模一样。报闯王，我军在城外东边的小树林发现10车金银珠宝，铁证如山，分明是你3人奉崇祯密令，假意要和拖延时间，让那崇祯小儿有机会逃出北京，竟敢将我李自成当作掌中玩物戏耍！闯王饶命，冤枉啊！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闯王，朱纯臣3人进营以来卑躬屈膝，绝不像是忠于大明朝的样子。依臣之见，我们都被崇祯小儿骗了，他这是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那依丞相之见，该怎么办？臣有双管齐下之计。第1计，追。崇祯若逃，此刻必在通州，可派一员猛将率精骑星夜奔袭。若能活捉崇祯，北京城群龙无首。第2计，取。放朱纯臣3人回城，命他们连夜打开齐化门，与我大军里应外合。就依丞相所言，我义将军郝瑶旗，臣在。命你率领1000精骑，星夜赶往通州，务必生擒崇祯。臣定不辱使命。朱纯臣、张巡燕、王德化，命你们即刻返回城内，打开齐化门。若敢耍花样，城破之日，朕定将你3人9族凌迟处死。是，我等遵命。是，遵命。陛下，我等既已冲出北京，为何不星夜集成直奔天津？这般扮作粮商换步而行，岂不是自缚手脚？你以为朕逃出紫禁城的消息能瞒得过一时3刻？李自成一旦得知，必定倾巢而出追杀。通州虽有江明武效忠，可如何挡得住虎狼之势？朕已安排一队人马打着朕的旗号往山海关佯走，引开追兵主力，但那是缓兵之计，撑不了太久。通州至天津陆路200余里，若纵马狂奔，目标太过刺眼，不消半日便会被盯上。唯有扮作粮商，才是最不起眼的身份。你们都记牢了。我等是在通州收购漕运鱼免，运往天津3岔口贩卖。录影、票据谨记在心，口音务必一字不差。高文华，你领20人改走小路，分批隐匿前行，到天津3岔口码头会合。陛下，我等本就只有50余人，再一分兵，护驾亲族只剩30不到。倘若遭遇闯贼大股人马，如何护得住陛下？正因为只有50人，才不能挤在一处。50人一队太过扎眼，分作2队，一明一暗，反而安全。你只管带队前行，天津再会。朕意已决。臣遵旨。陛下千万保重。诸位兄弟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便要死护陛下周全。誓死护驾。陛下，您快看！陛下，通州城破了。好快！走，不要停留，全速前进。是骑兵，闯贼追上来了！不要慌，全都稳住，按朕之前吩咐的，各司其职。前面是什么人？统统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全部射杀！哎呦，军爷安好。小的们是赶路的粮商，无意冲撞了军爷的队伍，罪过。梁商，这兵荒马乱还敢往外跑？我瞧你这气质，可一点不像走街串巷的。军爷谬赞了，小的就是从小学做买卖，养得白净了些。车上全是通州收的漕粮鱼面，急着往天津卫赶。如今天津城里兵多，百姓多，就缺一口吃的，晚一步可就少赚好多钱啊！咱朱重八从小地主放牛，饿死爹娘，当和尚讨饭，什么白眼没受过？眼前这点卑微讨好算得了什么？你这位东家长得倒是跟画像里的崇祯十分相似啊！军爷说笑了，我们东家哪有那等福分跟天子长得相像？您仔细瞧，画像上的人留着胡须，我们东家素来不爱蓄须，脸上干干净净，两人差得远了，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呐！报！郝将军有令，我军已在通州东北方向截住一支50余人队伍，往山海关方向逃窜，其中一人身穿黄袍，与崇祯画像极为相似，将军命你速去支援。真的？走，抓住崇祯，好王大大有赏！发什么呆？还不快赶路！
早点到天津，早点卸货。陛下，好险啊！别放松，这只是第一关，离天津越近，关卡越多，追逼越密。走。城上守军听着，我是大明成国公朱纯臣，快开城门！原来是成国公，三位不是前往闯贼大营议和去了，如今回来，议和结果如何？闯王已然同意议和，速速打开城门，放我等进城面圣复命。没有皇上亲笔诏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城。谁知道你们三人是否早已投降闯贼，想骗开城门？王仙通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皇上亲颁圣旨，你敢抗旨不遵？你们三人还有脸提圣旨？皇上让你们去议和，你们私底下做了什么勾当？真当本伯不知道？陛下早已料到你们必会临阵倒戈，所以在你们离城之后，便已将你们满门拿下，就地正法。朱棣，好狠的心啊！报，朱纯臣三人已到齐化门下，可守将王仙通死活不肯开门，还将朱纯臣、臧玄彦两家亲属的人头扔下了城楼。什么？中计了？齐化门不开，崇祯小儿必定是跑了。议和是假，出逃是真。他这是要逃往南京，一旦让他渡过黄河，江南半壁就全成了他的根基。刘宗民，你率本部主力即刻猛攻内城，不计代价，半日之内必须破。李过、刘方亮、袁宗次，你们立刻点齐老营所有精锐骑兵，不带辎重，不扎营休息，即刻出城，昼夜狂追，封锁北京所有城门、官道、渡口，10里一哨，100里一堵，分段拉网，再分3路轻骑超前穿插截击。末将遵命。本王只要一个结果，在崇祯渡过黄河之前，把人给我截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追不上他，你们全部提头来见。遵令。对外放出烟雾弹，宗内就说崇祯仍在宫中，我军即日可破城活捉，稳定军心。对外四处散布消息，就说皇帝已在宫内自缢身亡，断了南方明军前来救驾的念头。遵命。东家，再往前约莫40、50里就到天津卫地界了。见到冯元仙就能寻船南下南京，只要到了南京，重整旗鼓，大明就有救了。救？王大办，你倒是乐观。大同总兵姜默指天发誓要与大同共存民，转头就开城纳降。宣父装成王和一跪坛下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要为大明流尽最后一滴血。结果大开城门迎闯贼入城，还有唐通，朕在金銮殿上亲赐御宴，他立下军令状，说与居云关共存亡。李自成兵临城下，他连一仗都没打就开关投降，嘴上喊着忠君报国的，心里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。冯元阳，朕派李若言先去传信，如今杳无音信，他是忠是奸，谁能打包票？走吧，前路凶险，不可大意。东家，这地方地势险要，怕是有埋伏。小心戒备，加快速度穿过山坳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还敢从此地过？你们的胆子倒是不小。大王息怒，我们是通州来的粮商，专程返米去天津卫卖，这里有10两银子，不成敬意，还请大王行个方便。10两银子，你当老子是叫花子？要打此路过，我猜留下买路财。这些粮食本来就是我的，至于你们，我张三爷抢劫，从来不留活口。列阵，怕什么？他们就20几个人，我们有几百号人，杀了他们，粮食和钱财都是我们的。这哪里是那个在宫中愁眉不展的皇帝，分明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沙场老将。臣天津巡抚冯元妖救驾来迟，致使皇上身陷险境，臣罪该万死。臣李若钦搬请救兵，路途耽搁，未能及时护驾，亦罪该万死。2位爱卿快快请起，
若非你们及时赶到，朕今日必定命丧贼人身手。是你们救了朕，救了大明朝。回冯巡抚，战场已清理完毕，斩杀匪众80余人，俘虏100余人，当场斩杀顽抗者37人，活捉105人，无一漏网。请皇上示下如何处理俘虏。把为首的头绑带上来。是。皇上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知道是过路梁上才起了歹心。若是知道是圣驾，就算借小的10个胆子也不敢动番毫啊！朕问你，你可是闯王李自成派来的细作？不是，绝不是。小的本是通州卫守，守城士兵，调半年没发军饷，弟兄们家里老小快饿死了，才逃出军营。我们只接商队，从不害百姓，更不敢投靠闯贼。求皇上明察。这群人确实不像是李自成的探子，但正是如此，才更不能留。朕等人南下之事是天大机密，绝不能有半分泄露。一旦跑了一个将朕在此地的消息传出去，李自成必定率轻骑日夜兼程追来，到那时朕插翅难飞，南下南京的大计也将彻底毁于一旦。皇上，那依您的意思，这些俘虏就地正法，一个不留。皇上，100多人尽数斩杀吗？这些人虽有罪，可毕竟只是溃兵流民，并非闯贼死党，没有会不会？朕如今不是在京城做朝，而是在亡命。这100多人留着，就是给朕自己留死路。一旦行踪泄露，闯贼追来，死的就不是这100多人，而是朕，是你们，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。全部斩杀，就地处置，不得有误。杀完之后清理现场，不留痕迹，即刻启程赶往天津。臣遵旨。传我将令，将所有俘虏就地斩首，之后清理现场，拔营启程。或许这一次南下，真的能有一线生机。梦清，伤得重不重？可否撑得住？臣无妨，些许皮肉伤，尚能护驾。谢陛下，臣等愿誓死效忠陛下，万死不辞。诸位都是朕的忠臣勇士，只要随朕平安抵达南京，朕必不会亏待你们。今日先随冯清前往天津休整，再做打算。何人在外喧哗？臣天津兵备道副使袁玉宗参见陛下。原来是袁庆，朕记得冯巡抚安排朕休息之处极为隐秘，寻常官吏不得而知。袁清消息倒是灵通，从何处得知朕已抵达天津？陛下恕罪，臣手下细作探得圣驾踪迹，心系君父不敢怠慢，匆忙赶来护驾，行事鲁莽，还望陛下宽宥。起来吧，既然来了，便说说此来何为。陛下，北京危急，闯贼压境，臣在天津日夜操练兵马，誓死护驾，护送陛下南渡，中兴大明。朕听说令堂尚在京师，是为人子者，莫不以保全亲眷为念。你在天津掌兵，朕也令人在京中多加照拂你老母。你只需一心为国，朕只问你一句：若有一日侵略与社稷相逼，你当以何者为先？臣当以死报国。君父在前，何敢顾私？朕知道了，爱卿忠君之心，朕已明白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陛下不在京师坐镇，却轻车驾从来到天津，莫非京师已然？大胆！京师自有文武忠臣死守，城池安如泰山。陛下此番前来天津，乃是查看周氏备办情况，不该问的休得多言。臣知罪，臣失言。袁庆，既然你已率3位前来护驾，那便传朕旨意，令天津3位即刻前往三岔口直邮码头集结戒备。你亲自坐镇，朕之后便动身由天津登州前往南京。臣遵旨。臣无能，未能严守陛下行踪，致使消息走漏，罪该万死。起来，这不怪你。天津兵权尽在兵备道，袁玉宗才是此地真正掌兵之人。他要查朕的下落，你拦不住。你方才看他，觉得此人可信？回陛下，臣观其言行，似是一心护主，应当忠君爱国。朕看未必。朕方才亲长与社稷之间如何抉择，他先犹豫，
后才打以死报国。袁玉宗是出名的孝子，一旦京师沦陷，闯贼以其母相胁，你说他是会守镇，还是会降贼？天津3位指挥使杨维汉，你可看得透？杨维汉与袁玉宗素来交好，受其节制。若真有变，他十有八九会站在袁玉宗一边。那你手中能调动多少亲兵？回陛下，臣麾下真正可用的心腹亲卫，最多不过800人。天津3位账面兵马近2万，尽数归袁玉宗节制。一旦袁玉宗反，800人不过是螳臂当车。若袁玉宗真反，朕与你都要倒在天津。事到如今，你在天津还有没有可以真正依靠、绝不负朕的人？有，陛下，臣有1人可功负大事。沈廷阳，他现任海运总督光禄寺少卿，精通海运总领漕运，对大明忠心耿耿。当初力劝陛下南迁预备海船的，正是臣与他2人。好，你速去秘密召他来见朕，不可声张，不可让袁维宗察觉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拜见陛下。苍天有眼，祖宗庇佑，陛下终究是平安逃出了北京城啊！沈清，快平身。朕此次行踪隐秘，委屈亲家在此见朕了。臣不敢。陛下能脱身虎口，便是大明社稷之福。纵粉身碎骨，臣亦要护陛下周全。沈清，朕此番出逃极既隐秘，亲远在天津，何以如此肯定朕是逃出京城？回陛下，臣常年水奉旨督理海运漕运，沿海码头、水陆驿站、商船渔户，皆有臣安插的眼线耳目。昨夜丑时，臣便接到密报，言陛下金蝉脱壳，潜出齐化门，一路往通州方向而来。闯贼李自成得知陛下走脱，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刘宗敏猛攻紫禁城，又遣郝瑶瑶率老营铁锋兵分3路出城追击。通州呢？通州情况如何？郝瑶奇袭半日便攻破通州，副总兵江务江大人誓死不降，率数百亲兵接向死战，力竭被擒。贼兵百般诱降，江大人骂不绝口，宁死不屈，最终被残忍杀害。临死之前，依旧高呼陛下圣明。江青忠勇，千古难寻。待他日中兴大明，必追封厚葬，配享太庙。沈爱卿，事已至此，朕只问一句：你手中究竟有多少可用之兵，能否护朕杀出重围？回陛下，臣虽无朝廷亲赐兵员，却有誓死护驾的忠勇之士1000人。漕运护粮兵、海陆水手约300至500人，海运船队亲随加养死数约200至300人，荆门沿海招募壮勇数百人，合计可用禁卒约1000人。不立经营编制，不归天津3位管制，全是臣自筹粮饷供养，人人忠于陛下。船呢？海船、漕船、漕船共计数10艘，急速停泊天津漕运码头，船只完好，粮草充足，随时可以扬帆起航，直下江南。陛下，臣有一桩异状，不得不奏。近日漕运码头无辜多了几10艘陌生船只，既不装卸粮草，也不派人上岸，水手终日龟缩船上。臣派人假意打探，船上之人自称是运粮商船，可臣的探子冒死深探查后回报，船上之人口音大多带着陕西、山西腔调。陕西、山西，那是李自成老营贼兵的口音。臣断定，这是李自成与郝瑶提前派遣的先锋暗部潜伏在天津码头，守株待兔，截住陛下。这么说来，袁玉宗果然早已暗降李自成，与闯贼里应外合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冯清准备的200艘漕船恐怕已被严密监视，朕插翅难飞了。陛下，事到如今尚有一线生机，臣有一计，可助陛下脱离险境，名曰金蝉脱壳，声东击西。都到了这般生死关头，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？沈爱卿，但说无妨。第一步，以圣旨试探袁玉宗中间，请陛下即刻拟一道圣旨，明告袁玉宗，陛下不日将登船南下，令其率领天津3位主力赶发通州一线，堵截郝瑶旗闯军。若他心存大明，必遵旨北上，天津码头兵力自然空虚；若他已暗通闯贼，定然抗旨不遵，暗中调兵围堵，中间力办。好计，一指定人心，一试探奸佞。第二步，大张旗鼓造声势。冯勋笃即刻调集200条漕船、海船，挂满明军旗号，堆上粮草辎重，在码头公开整备，声势越浩大越好。要让细作、探子都认定陛下必然走此路南下，
再令100名精壮签兵穿上鲜明号衣，大摇大摆登上3艘大船，黄昏升帆起航，将所有人目光都引向海路。如此张扬，倒能彻底迷惑过他们。第3步，倘若最坏情况发生，元泽宗果真叛变，见我军船队起航，必然派兵拦截。届时，臣已安排50名死士，趁夜色在北码头外围放火焚烧3艘空槽船。火起之后，北码头大乱，火光冲天，所有人都会以为皇帝遇袭。臣更暗中联络天津当地盐商，许以重力，令其出动500丝盐勇，在码头外围佯装攻城袭扰，死死拖住元裕宗主力。他见码头火起，又有外敌进攻，必然急调兵力救火围堵。如此一来，南码头直租口便会彻底空虚。妙！火起为号，严勇佯攻，一箭双雕。第4步，陛下只需换上轻步便服，伪装成普通船夫，混杂在码头百姓与船工之中，直奔南码头。臣的1000水师早已在此等候，全部卸帆藏卸，伏于船舱之内，静候陛下登船。待陛下一登快船，船队立即起锚，不走内陆运河，径直走海河入大金口外海，乘风破浪南下，彻底避开叛军所有拦截。妙啊！连后续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，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。此计堪称奇谋，只是战场瞬息万变，人心难测。陛下放心，臣早盼着陛下难了中央大明，此计已将所有变数尽数盘算在内，死士、严勇、水师亲兵皆已安排得当，人人愿为陛下效死。臣沈廷阳立誓，定以性命护驾，纵然刀山火海，也必保陛下安然登船直抵南京。臣冯元航愿与沈大人一同护驾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。好，便依此计行事，即刻筹备，不得有误。袁备道，如今崇祯已经乔装潜入天津城，兵权尽在你我手中。以末将之见，直接点起兵马将他绑了，献于闯王，封侯拜将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应该如此。杨指挥说的对，崇祯不过是丧家之犬。备道，你下令吧。备道下令吧。下令吧。定了6个大官。备道下令吧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，自有道理。你们别忘了，天津巡抚冯元勇尚在城中，那老匹夫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必定与崇祯站在一起。此人一日不除，便是心腹大患。哼，袁备道多虑了。冯元阳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手里一兵一卒都没有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道台，末将有一事放心不下，皇上他不会已经察觉到咱们暗中投靠楚王了吧？杨指挥过虑了。闯王密使前来联络归降之事做得极为隐秘，冯元营绝无可能知晓。退一步说，即便他有所察觉，又能如何？如今这间天津卫，我为刀子，他为鱼肉，他就算插翅，也难飞出咱们的手掌心。老爷，不好了！王承恩、王公公带着几名锦衣卫正在府门外等候，说有天大的要事要立刻见您。事出紧急，诸位将军立刻退入偏房回避，不得出声。本道独自前去接见。快，请王公公进来。是。不知王公公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袁魏宗接旨。臣天津兵备道副使袁裕宗恭接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兵备卫使袁裕宗久镇金门，忠心为国，特擢升为右钦都御史。谢命袁裕宗即刻率领天津、通州至全津一线，全力堵截来犯闯贼郝瑶旗所部先锋军，奋力绞杀，不得有误，务必阻贼于金门之外，护镇南巡之路通畅。钦此。袁大人，圣旨在前，还不快快接？臣袁裕宗接旨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恭喜袁大人了。皇上此番对您格外器重，连升一节，伟大人终结被周春勇不负皇上所托呀，这等恩运。王公公言重了，臣深受天恩，纵粉身碎骨，也必不负皇上托付。王公公一路护送圣驾，劳苦功高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，还请公公与诸位锦衣卫弟兄们收下，日后在皇上身边，还望公公多多美言。袁大人太客气了，既然是大人一片心意，那咱家就却之不恭了。袁道台留步，改日再叙。袁道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不会真要遵旨率领3卫兵马出城去堵截闯王的大军吧？崇祯小儿想用一道圣旨调回山，传令下去，3卫兵马不动，继续监视码头，继续封锁城门。朱由检，本道倒要看看
他朱由检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？好一个崇祯，好狠毒的心思！这哪里是委以重任，分明是要把咱们推出去当炮灰党转王的刀兵。他自己好趁机登船逃往南京。咱们一旦率兵出城，天津城信空虚，全家老小都得死葬身之地。麻烦就在这儿，圣旨已下，咱们若不发兵，便是公然抗旨；若遵旨发兵，天津一空，皇上转眼消失海上，出是死，不出也是死。崇祯此人看似穷途末路，却绝非庸碌之辈。为何不命我率护驾陪同登船，反而升我的官，转头就命我率主力出城去和闯军死拼？这分明是防着我，忌惮我，要借机把我调离天津核心。好一个刻薄寡恩的天子，咱们难道真要任他摆布？哼，他想拿咱们当炮灰，那咱们就将计就计。他要咱们去挡追兵，咱们可以去，但咱们的兵半步不出天津城。方才在外堂我当众接旨，就是要让王承恩放心，冯元营放心，让崇祯以为咱们已落入他算计。他越是安心准备登船，咱们动手之时便越是容易。杨维憨，擂鼓鸣号，整顿假仗，做出大举开出迎敌的声势，但水师战单只在河岸列阵，一步不离码头，名为堵截下游贼寇，实则牢牢锁住江面，断皇上南逃之路。末将遵命。娄光先，你率3位步兵沿街高护击城贼，实则把人马尽数布控码头四周街巷路口各个要道，明面上是护驾清道，暗地里层层合围，彻底围死登船口，一只鸟一个人都不许擅自进出。末将遵命。再挑心腹死兵混在百姓与乱兵之中，只待时辰一到，便在码头外四处鼓噪。闯贼追兵已杀到天津城外，冯元养的护驾兵惊弓之鸟必然大乱。到那时，咱们便有了天大的理由。圣驾在码头太过危险，必须移驾行宫暂避，顺势将皇上从船边强行请走，软禁起来。那冯元义呢？老匹夫必定拼死阻拦。混乱一起，当场便可将他拿下。罪名替他想好了。惊驾惑众通贼，置圣驾于险境，直接打入卫所大牢，断了冯元王，崇祯便是孤家寡人。可对外如何交代？毕竟是奉旨出兵，对外只说护驾，绝不承认秦地。皇上问起，便说追兵逼近，码头空旷不安全，船咱们扣下，人咱们留下，兵咱们不退。圣旨让咱们御敌，咱们就理直气壮回一句，守着皇上，稳住天津，才是真正的御敌。接了圣旨却不遵圣旨，领了兵马却不击追兵。明着护驾，暗地里软禁圣驾，从头到尾占尽道理。万一皇上执意登船，连下严旨斥责，咱们又当如何？真到那一步，那就兵谏。3位将士齐集码头，披甲持刃围住圣驾，齐齐跪地，痛哭流涕，哭求皇上以宗庙社稷为重，暂留天津。软的不行，便来硬的；硬的不行，便借乱兵护驾之名，强行请回宫去。圣旨让咱们去堵李自成的追兵，咱们偏要堵崇祯。只要把大明天子牢牢扣在天津，便是天大的奇功，封侯拜访，裂土分疆，不在话下。明日码头便是定局之日，圣驾想走走不了，圣旨想执行执行不了。这天下的活路不在南京，不在北京，不在李自成手中，而在咱们自己手里。谨遵元公将令，明日码头一举拿下大明天子。袁大人，陛下圣旨命率3位主力赶赴通州堵卒闯贼，如今时辰已到，大人为何按兵不动，反而陈兵码头？冯巡抚有所不知，探马来报，闯籍郝瑶旗已绕至天津进晋，码头乃是圣驾所在，重中之重。下官以为护驾为先，御敌为后，若贸然北上，码头空虚，惊了圣驾，你我谁担待得起？袁大人此言差矣，陛下南下之期已定，圣旨已下，岂能随意更改？大人奉诏堵截闯贼，却透留码头，拥兵不前，莫非是想抗旨不遵，心怀异日？沈大人此言未免太过诛心。昨夜码头附近已发现闯匪细作踪迹，若陛下此刻登船，无异于置身险地，绝无半分异心。恳请陛下暂留行宫，以顾金门。陛下驾到！臣等恭迎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袁爱卿，朕昨日圣旨令你率部北上堵卒闯贼，为何至今按兵不动？陛下，臣不敢抗旨，只是闯贼已进金门码头，无险可守，臣担心陛下安危，故率部留掌护驾。恳请陛下以龙体为重，移驾城内，待臣扫平贼寇，再送陛下南下，万无一失。朕看，你不是要护驾，是要软禁朕吗？陛下明察，臣绝无此心，臣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若你忠心，为何将兵马布控码头，而非北上御敌？为何封锁街巷，不许百姓船只出入？袁玉宗，你暗通闯贼，企图擒朕献功，以为朕真的不知吗？请陛下留在天津，
乃是为陛下、为大明苍生着想。放肆！将士们，保护陛下，不许任何人靠近圣驾！反贼，你竟敢拥兵逼宫！陛下待你不薄，你却暗通流寇，卖主求荣，这般忘恩负义之举，天地共愤，鬼神难容。陛下，如今码头已被3位马合围，插翅难推，请陛下即刻移驾行宫，暂避风头，否则末将纵然有心护驾，也只能得罪了。尔等敢犯驾，皆是诛九族的大点火！不好，码头遇袭了，是闯贼！闯贼的人马打过来了！兄弟们，袁玉宗早就通贼了，他是要把我们全都送给闯王富贵。别听他号令，他要卖了我们的天津城。他以为卖了我们陷了天津城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娄光前，立刻分兵去北方火场救火，再率一队人马车拿街巷乱贼，快，迟了就全乱了。陛下，时机已到，快走！南码头10艘快船早已备好，臣麾下1000水师精锐静候圣驾，此刻不走再无机会。拦住他们，绝不能让崇祯登船，放讨了天子，我们全都死无葬之地。等一下，恭迎陛下！陛下，快登船！臣已下令即刻起航入大绑口外海，顺海南下，不出3日便可抵达山东。再转陆路前往南京，追，调集所有水师战船，绝不能让他跑了！陛下，沈大人此计果然神妙，明修战报，暗度陈仓，环环相扣，凭看要不了多久，便借江才捉兵马，重整旗鼓，中兴大明指日可待啊！恭喜陛下脱险，恭迎陛下南下应天府。朕不往南京。传朕旨意，转舵北上，直抵山海关。陛下，山海关外有清兵扣关，内有闯贼100万大军压境，四面接敌。我等千辛万苦助陛下脱离天津险地，为的就是南下南境，据长江天险，养精蓄锐。北上山海关，无异于自投罗网啊！陛下，吴三桂手握重兵，却拥兵观望，心意未决，究竟事中是奸，尚未可知。陛下孤身前往，太过凶险。南京财富富足，兵精粮足，还是我老奴求您3日下。山海关四面接敌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万万去不得。南京，诸位爱卿以为朕去了南京便能安坐龙庭，号令天下吗？闯贼破我京师，负我宗庙，辱我臣民，挖我皇陵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若朕龟缩江南，偏安一隅，苟且偷生，天下百姓如何看朕？后世史书如何写朕？只会写我崇祯是个弃国弃民、贪生怕死的昏君，是第2个宋高宗。吴三桂手握关宁铁骑，那是我大明最后一支精锐铁骑，是天下唯一能与闯贼清兵抗衡的兵马。若朕亲赴山海关，登高一呼，以大明天子之威安抚关宁铁骑，都令吴三桂挥师西进，天下忠义之士必定闻风响应。京畿百姓、旧臣将士皆在翘首以盼，盼朕归去重整山河。朕是大明天子，守土有责，复仇有恨，不诛闯贼，不还京师，朕绝不南渡。今日朕便以天子之身亲赴山海关，召天下兵马亲往讨贼。吴三桂若忠，便护朕光复北京，收复河山；吴三桂若叛，朕便率关宁军中忠义之士死战到底。大明江山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朕朱由检绝不做偏安天子。陛下壮志，臣愧不能及。臣愿率扩上水师，拼死护陛下北上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臣愿追随陛下北讨闯匪，死而后已。臣等愿护陛下北上，誓死效忠，诛灭闯贼，光复大明。转舵，北上山海关，遵旨。列备，怕是元泽宗引贼船追来了。不是叛贼追兵，是本官提前派出的水师探哨。报，京师惊天急报！七世神前张义门破，司礼监太监曹华亭献门投降，闯贼李自成率数十万乱兵蜂拥而入，帝都彻底沦缩。贼兵入城后四处烽火，沿街劫掠，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。殉国诸臣有多少？内阁首辅范景文辞世于驿舍，户部尚书倪元禄身着朝服北向叩拜，南向进谏。左都御史李邦华从容赴师进殉国。左副都御史施邦豹
先是拒绝投降，不愿屈服，最终以身殉国。大理寺时日灵异狱痛楚地想，独伤北岸脸叩首，再三自尽，一线社稷。胡可给凤翔，孟章明无敢走。御史陈良墨、陈纯德，一众文臣或阖家殉难，或夫妻同死，无一人屈膝投降。驸马都尉龚永、顾新乐后刘文斌率全家女眷逼纵火满门殉难。锦衣卫都指挥使王国兴亲率锦衣卫守在宫门之前，力战至死，血染宫门。最惨烈者，刑部尚书孟兆祥。孟大人亲守正阳门，督率将士死战，城破之时亲手执刀杀敌，力战而亡。孟家阖家上下无论主仆，皆随军赴死，无一人苟活。爹，能在您身边护驾，未能与你一同死战，孩儿不孝啊！孟青，抬起头来，你父孟兆祥死守正阳门，力战殉国，是大明忠臣天下楷模。他以一身殉社稷，以满门全弃节，留名青史，光耀门楣，死得壮烈，死得其所，重于泰山。你是孟兆祥之子，忠良之后。此刻悲，是为人子的至孝。可若只知沉溺悲痛，自甘沉沦，便是负了你父亲一生坚守的气节。你父殉国不是要你哭倒于此，是要你继承其志。闯贼负我江山，破我宗庙，杀我忠臣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孟青，你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你也绝不能做懦夫。臣遵旨，臣定追随陛下北上讨贼，杀尽流寇，光复河山，为父报仇。臣绝不脱了孟家忠奸烈之名。好，还有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吴宪。被闯贼擒获，严刑拷打，逼令助饷，遍体鳞伤，生死未卜。吴三桂宠妾陈圆圆被刘宗济强抢入府，霸占为己作。太子呢？朕的太子如今何在？据京中逃出人口述，贼军入城后四处搜寻太子踪迹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太子应当已经逃出京师，流落民间，具体身在何处，尚无确切消息。太子不在京师，天佑大明！天佑太子！传朕旨意。船队全速前进，直抵山海关。英奇，如今我这盘棋已然陷入两面包围，进退维谷。你素来聪慧，且来看一看，这局棋该如何应对？难道当真要弃子投降，全盘皆输吗？叔父，此处看似绝境，白棋合围，黑棋无路可走。可若在此处落一子，看似孤注一掷，实则可断白棋后路，含冤全盘。一子落下，里外呼应，原本被困死的大龙便可顺势突围，反手为攻。这满盘棋不就活了吗？好，英吉果然有大局观。如今这天下就如同这棋盘，看似绝境，实则只要选粹一步，便可逆转乾坤。报，平师伯，紧急军情，京师传来紧急消息。进来。平师伯，京师失守了，闯贼李自成率100万大军攻破外城，随即攻入内城。贼兵入城之后烧杀抢掠，将平西伯府上上下下30余口家眷全部擒获。世子吴英雄公子以及吴傲老大人全都落入闯贼手中，身陷贼营，生死未卜。平少伯，老大人与世子身陷贼手，家眷30余口尽皆被擒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本侯问你，皇上怎么样了？回平西伯，闯贼攻破内城后，四处搜攻，决绝3尺，可搜遍紫禁城都一无所获。后来得知，崇祯皇上早已在城破之前带亲信逃出北京城，一路南下，直奔南京而去了。平说伯，方才听闻老大人与世子被俘，您面色如常。为何如今只是听闻皇上逃出北京，却如此惊慌？属下实在不懂。你们打开看看，这是李自成写给叔父的招降信。满清摄政王多尔衮，京师被围多日，守军寥寥，粮饷匮乏，陷落早已是本侯预料之中的事。数日前，秦王诏书送到山海关，本侯正要整兵星夜回师，可这2封信便先后送到了我手中。一封李自成，一封多尔衮，2大小小先生皆想招揽本侯，以便监军都把家同军口兵锋军马外接近关外期间，一时陷入两难。可本侯万万没想到，本侯一直以为崇祯皇上君王死社稷，必定会与京师共存亡，殉身于紫禁城。如此一来，本侯镇守的山海关变成了3面临敌的决定。正面是李自成的100大顺军，背后是多尔衮的满清8旗，南方是重建朝廷以正统自律的南京大明。
本侯若有变动，便是叛臣贼卒。三面受敌，孤立无援，陷入死路。你们说，得知这样的消息，本侯能不吃惊吗？能不慌乱吗？平说伯，如今局势危急，山海关陷入两面重围，死路一条。老大人与世子又在李自成手中，我等现如今该怎么办？还请平西王早定大计啊！叔父，事已至此，不可再犹豫。李自成与多尔衮同时发兵，再无退路。你们问我该怎么办？本侯今日召你们来，便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你们皆跟随本侯多年，深知军中之事，天下之事。今日便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我山海关到底该何去何从？叔父，小侄心中已有主意。那满殿远居关外，乃是蛮夷之族，非我汉人正统。多年来，满清八旗屡次破关入侵，与我大明将士厮杀多年，仇深似海。我等皆是汉人，世代深受大明国恩。若是投降满金，便是认贼作父，背叛祖宗，必定被天下汉人唾骂遗臭万年。更何况多尔衮等人凶残多疑，先利用我等攻打闯贼，待到天下平定，便会卸磨杀马，斩草除根。投降满金，断不可行。应晴说的固然有理，可如今的局势已不是讲道义的时候了。李自成那边呢？他占据北京，手握老大人和世子30余口家眷都在他手中。咱们若是不降，便是逼他杀人。闯贼破京之日，满城勋贵无不降者。曹化庆陷了城门，陈演魏报德跪了殿前。咱们若是死扛，便是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做赌注。赌赢了，不过是守住一座孤城；赌输了，便是满门灭绝。杨坤说的是事实情。李自成那边也有李自成的筹码。本侯的父亲、儿子30余口族人都在他手中。若本侯不降，他杀我全家；若本侯降了，他又能否容我？哼！李自成要我降，拿我全性命要挟；多尔衮要我降，许我封王列土。两边都想要我手里的关宁铁器，两边都不信我。本侯从16岁上阵杀敌，打了20年的仗。见了太多的归降者明日被诛，今日忠者明日成灰，这世上哪有什么正道可走？你说不降满清，他说不降李自成，那你们说我吴三桂还能降谁？皇上去了南京，可皇上若来了山海关呢？平师伯的意思是，棋还没下完，等那个人来了再说吧。平校主，效忠南京朝廷。山海关孤立无援，李自成与多尔衮轮番攻打，关宁军迟早被耗死，何不换一条路？您手握天下第一雄关，麾下4万关宁铁骑，为何要受制于人？如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平师伯何不效仿李自成，自立为王，占据山海关，割据一方，进可攻中原，退可守辽东，未必不能成就霸业。杨副总兵此言万万不可，我等皆是大明臣子，世代受朝廷俸禄，如今皇上尚在，南京朝廷尚存，若是自立为王，便是派朝廷背叛君主，陷入终不义之地。天下读书人百姓皆不会认可，迟早被各方剿灭，绝不可行。叔父，小侄思来想去，如今唯一可行之路便是投降李自成。李自成已居京师，势力庞大，最有可能一统天下。老大人与世子皆在李自成手中，归顺方可保全。其三，我等手握山海关，归顺必受重用，封王封侯。其四，投降李自成是汉人归顺汉人，不会背负背叛民族的骂名。综合利弊，这是如今唯一的万全之策。报平师伯，山海关东门外海面突然驶来数十艘海船，接挂大明旗号，正朝老龙头方向靠近。糊涂！天津卫漕运粮船常走此线，往山海关输送军粮乃是常理。我等正在商议军机，这点小事也敢聒噪？退下！回将军，那船队最前主舰主桅杆顶端高悬的是太长旗，绝非寻常官船所能比拟，小的不敢隐瞒。太长旗，这难道是崇祯皇帝陛下亲自乘船到山海关了？不必猜测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出。备马，随本爵前往老龙头海衙亲自验看。好一座天下第一关！当年亳州起义一统天下，到了朱棣设9边重镇，何等威风！如今穿越而来，竟落得光杆司令，要涉险在此复兴大明。陛下万万不可气馁，江南半壁江山完好，南京6部尚存，天下民心依旧又向明。山海关乃辽西咽喉天下所与，只要陛下在此稳住阵脚，号令秦王兵马，此处就是重兴大明的根基之地。稳得住阵脚？你常年在辽东，比谁都清楚这山海关的底细。关宁军只认吴三桂，不认朝廷。吴傲基满门家家直，竟被闯军俘虏。
吴三桂手握4万铁骑，一面是世代君恩，一面是赤青骨肉，早已手鼠两端，观望不定。一旦率人进入主城，踏入吴三桂军营，便是将身家性命交于他人之手。吴三桂若想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，朕便是那任人宰割的汉献帝。陛下圣明，我等若贸然入城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不进主城，不入吴三桂军营，进而不济，靠而不附。沈爱卿，你常年往返辽东，对地形防卫了如指掌。依你之见，何处可为朕的临时落脚之地？既在山海关地界之内震慑各方，联络天下，又要脱离吴三桂直接掌控，可守可退。臣以为辽东山海军行台最城西北侧，与巡抚衙门相邻，却各自独立，互不同属。围墙高达2丈，深挖3尺壕沟，可驻数百精锐千兵，直属督察院与司礼监，不归吴三桂管辖。我等入驻其中，既身在核心，又可不受军令撤入，占尽名分与地非。仅靠一行台，若吴三桂翻脸发兵围剿，岂非瓮中之鳖？臣有后手。臣与冯大人麾下尚有天津1000水师精锐，皆是常年海征死士。臣请旨率此部登陆，驻扎在山海关外欢喜岭威远台。此台距主城不过3里，却独立于城墙之外，地势高峻，可架红衣大炮，与监军行台1外1内互为归角。若行台有井，威远台火炮可覆盖主城城外围；若威远台被围，行台亲兵可从侧门杀出，袭扰后路。更关键的是，威远台南路有海边司码头，可停海船退往天津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万无一失。好一个互为鸡叫酒不进！朕没有看错你，就依你所言，兵分2处。王承恩，奴才在。你持此圣旨，乘小船从老龙头司码头登岸，不可走吴三桂主城码头，不可惊动关宁军，直奔辽东监军行台，传朕之意。赵辽东总兵吴三桂，山海关总兵高度，蓟辽总督王永吉，辽东巡抚黎玉潭，辽东监军高启乾，于明日戌时前往监军行台见驾。奴才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若有差差，奴才提头来见。沈廷阳、冯元皇，臣在。你2人即刻率1000水师精锐登陆，驻扎欢喜岭威远台，连夜修缮堡垒，架设火炮，严密布防，日夜巡逻。若遇吴三桂部挑衅，先礼后兵，不可掀起战端。臣领旨。李若莲、高文采、孟章明，臣在。人率所有精锐亲兵随朕入驻监军行台，分守仪门、东门、西门及后堂4门。哪怕是监军高启训，若无朕旨意，不准踏入半步。臣等遵旨，定令以死护卫陛下周全。崇祯，你终究还是到山海关来了，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陛下若信臣，便将山海关战守之权尽付臣手。粮饷随调，城门随开，兵马自专。臣以相担保3日之内必退闯贼，固守辽东。若陛下不信臣，今日便请陛下以此剑斩臣。臣宁死于天子刀下，不做被人掣肘、束手待毙的冤死鬼。吴三桂，你敢挟军？臣只知守山海关，护大明百姓，护陛下安危。若陛下自断臂膀，让臣眼睁睁看着山海关沦落，臣宁可先清内患，再御外贼。此刻真杀不得。吴三桂一句话，城外4万关岭铁骑便会立刻哗变。都退下。平时王，你抬起头来。你刚才说的话句句是实，字字诛心。朕不怪你，反而信你。你说总督文官统兵不习辽东战事，军令相悖，战必败。你说此刻分兵分权却是自乱阵脚。你说家若迁入内城，形同软禁，寒将士之心。这些朕都知道。朕自登基17年，不敢一日懈怠。然国师日退至于今日，竟是沦落宗标蒙淫。错在多疑，却错在一样无妨；错在不该用书生法兵，用庙堂法度硬套边关死战之举。朕发财那般安排，不是不信你，是怕了。朕怕的不是你吴三桂反朕，朕怕的是你为救父，为全家老小，为4万关宁将士，被逼得无路可走，不得不降闯，不得不降清。你父吴王在闯贼手中，你全家30余口性命悬于逆贼一念之间。朕若把全部兵权、城防、粮饷尽数交你手中，一旦闯贼以你父性命逼你开门，你是降还是不降？你降则大明亡，你不降则你父亡，你全家亡。朕
是在给你留一条退路。朕明着分权，是做给天下人看，是帮你撇清嫌疑。外人只道朕掣肘吴三桂，削你兵权，控你家帅，闯贼与清军便不会将你视为心腹大患，更不会轻易对你父对你家人下杀手。朕是在用朕的名声保你吴家满门。你放心，山海关的战守之权，朕终究是要给你的，但不是现在，不是当众给。朕给王永杰尚方宝剑，是给朝廷体制一个脸面。令李玉婷管粮饷，是断了你被人污蔑私吞军粮的口实；令高继长城门，是防有人趁乱哗变断你后路。但朕可以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军中战守、进退、攻杀，朕只听你的。王永琪执掌调度，不设战法；李玉田只管刊发，不扣粮米；高继值守城门，不阻你兵。给你的不是一纸空权，是不受掣主，可战可走，进可复京师，退可保真正实权。平师伯，朕如今已无兵可用，无将可依，朕能信的、能托江山的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。你若倒了，大明便真的亡了。你若肯撑住，朕便与你共赴山河。臣万死不辞。臣愿誓死效忠陛下，效忠大明，不降清。纵粉身碎骨，一护庇陛下赴河山。传陛下口谕，召蓟辽总督王永吉入内见驾。臣王永吉叩见陛下，陛下圣安，大明幸。王爱卿平身。北京虽破，宗庙未灭，江南半壁尚在。朕之志在赴大明河山。今日朕以天子之尊，赐卿尚方宝剑、节钺羽、密诏一道。自今日起，卿仍为蓟辽总督，节制关内一切兵马粮饷官吏。吴三高道、李玉腾违令者，持尚方宝剑先斩后奏。陛下，吴三桂手握4万关宁铁骑，恐难复制。朕知你所虑，此乃密诏。平闯之后，卿入阁拜相授文渊阁大别士，封保定侯世袭罔替。卿之子孙可引封6部侍郎，永享荣华。卿乃大明臣子，朕之长承。今日朕将关内外兵马尽付于卿，便是将大明江山托在卿的肩上。卿若忠，他日便是大明中兴第一功臣；卿若叛，朕便先诛亲九族，再以身殉国。臣王永吉叩谢陛下天恩，臣对天起誓，此生必忠于大明，忠于陛下。若有异心，天诛地灭，万劫不复。起来，传朕密旨，即刻送往山海关总兵高地处。山海关防务暂由高地直接听命于朕与你，非朕与你的亲笔手令，吴三桂不得调山海关一兵一卒，不得进城门半步。臣遵旨。臣等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，大明未遂。北京沦陷乃朕失德，然苍天既义，誓率天下秦王兵马，剿灭闯贼，光复京师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今日起，天下兵马皆听朕号令，凡大明臣子当同心同德，共扶社稷，忠勇善战，镇守辽东，屡立奇功。朕特诏晋封蓟辽总兵官，世袭平西榜，赏蟒袍一袭，玉带一围。臣吴三桂谢陛下隆恩。然，兵者，国之重器，不可私相授受。大明祖制军权统于总督调遣出于兵部，即至关宁铁兵权归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。吴三桂仍统关宁主力，须遵总督调遣，不得擅自兴兵。臣遵旨。臣乃大明臣子，当守祖制，听总督节制。辽东巡抚李玉田中警卫公抚随辽民有功，朕特诏加清兵部右侍郎衔，专管辽东粮户及辽民安置事宜。凡关宁铁骑及山海关守军粮草，必经巡抚衙门函发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截留私通。臣李玉田遵旨，必秉公函发。山海关总兵高继，镇守关城，恪尽职守。朕特诏加迁都督同知，仍守山海钥匙及全城城防。非朕与总督亲笔手令，长任何人不得擅动关门，不得令关外兵马入城。臣高帝谢陛下信任，臣必死守山海关，手令不到，绝不开门。高敦高启钦督率亲兵守护邢台有功，朕特诏仍任辽东监军御史，其麾下监军亲兵归总督王永吉节制，协同护驾。臣遵旨。北京沦陷，诸卿随朕颠沛，辽东将士戍守边疆，劳苦功高。今日朕以此珍宝赏赐诸卿，
明日朕将亲率军饷前往军营分赏辽东将士。朕今日明言：朕尚在，大明便在。江南半壁江山漕运畅通，南京6部齐备，江北4战拥兵数10万，此非亡国之举。常伯，令尊吴襄及家眷为闯贼所俘，朕已密令伺机营救。今日封乃父吴襄为襄平伯，加太子太保，特进光禄大夫，赐诰命铁券岁禄。朕立誓必不惜一切代价，救令尊与卿之家眷归营。臣谢陛下。为护诸卿家眷安全，以为安军心，朕决定将卿等家眷一并安置于山海关内。高卿，此事便交于你。王永吉、李玉婷、高帝由你麾下兵马保护，不得有半分差池。臣遵旨。全家富贵系于大明，系于朕。他日中兴成功，朕必加官进爵，封妻引子。若敢有一心通闯通卿，朕必诛清9族，绝不宽恕。平氏王，朕在之后探到石口行经京中内的消息，令孙吴王被闯贼擒拿，严刑索要军饷。你最疼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弥强占。你以为闯贼抓你父亲、打你父亲、抢你女人是恨你吗？不是，是他们根本没把你吴三桂放在眼里。他们笃定你会为了家眷投降，笃定你就算降了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你若真想李自成，今日他们敢抢你妾、辱你家、打你父，明日就能削你兵、夺你权、斩你头。你以为投降能换全家平安？闯贼对待大明拐关是抄家灭族，榨尽最后一滴血。你降了，是自投罗网，是亲手把吴家满门送上绝路。你活着只会成为天下笑柄，连父亲、女人、家眷都护不住。可朕告诉你，令尊吴襄虽身陷贼手，却从未有一字降书，一句屈从。他是忠君之臣，是有骨气的父亲，他宁死也不会让你为了他背叛大明，背叛祖宗。你若为孝而降，恰恰是毁了你父亲一生名节。你或许还想过退而求其次，投关外满洲。朕问你一句真心话，满清是蛮夷，非我族类，他们会真心信你？他们帐下猛将如云，多夺阿济格鳌拜，八旗铁骑纵横天下，缺你一个吴三桂。他们用你不过是借你山海关，借你关宁铁骑，做灭中原的一把刀。等到天下平定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方，你吴三桂便是第一个被斩的汉人降将。你的关宁铁骑会被拆分吞并，屠戮殆尽。你生前被千古骂名，身后遗臭万年，子孙都抬不起头。这是你想要的下场吗？降闯是死路，降清是绝路，强属最后的抉择。平寿伯，你放眼天下，能给你名、给你利、给你尊严，保你家族、让你青史留名，只有大明，只有朕。朕如今国破家亡，身边无亲无兵无将，朕能依靠的人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。你是大明最后一根擎天之柱，是朕最后的希望。你若效忠朕，效忠大明，朕保你世世代代封侯世袭，平西伯，永镇辽东。朕给你临机专断之权，关外军政全归你。朕为你证明，为你雪恨。闯贼与刘宗相，朕必让他们碎尸万段。朕以天子之诺发誓，必不惜一切代价救回你父亲与家眷，毫发无损归还于你。你效忠大明，是忠，是孝，是勇，是义，名利双收，名垂青史，家族长存。你若弃朕，大明亡，你亡，吴家亡，千古骂名，万劫不复。陛下，臣万死不辞。臣愿誓死效忠陛下，效忠大明，不降清，纵粉身碎骨，一护陛下赴河山。平西伯，皇上单独召您密议，究竟谈了些什么？可有对我等不利的旨意？你们养的那些探子都是饭桶不成？我父吴王被李自成贼寇严刑搞罗，索要银两，家产被抄掠一空，性命垂危。我宠妾陈圆圆被刘宗弥强占侮辱，奇耻大辱，我与闯贼不共戴天。平玄伯息怒，此事消息当真可靠吗？李自成拉拢我们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做出此等事情？陛下亲口告知，岂能有假？再探不出确切消息，探子全都给我杀了！闯贼欺人太甚，此生必生擒刘宗民，凌迟碎剐，千刀万剐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军门，如今这情形，您是决意站在崇祯这边，与闯贼死战了。依末将之见，
不如即刻调精锐亲兵围住监军邢台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掌控天下大义。不可！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，3大3绝条件我们一条都不具备。第一，崇祯临朝17年，权术深沉，心智坚韧，谁能控制得了他？第二，他大可以南下南京重整旗鼓，偏偏北上冲我们关宁军来的，分明是想借我们续命。第三，山海关弹丸之地，地弱民贫，我们连自己的兵都养不活，拿什么去养皇帝？外患未除，冯元晃、沈廷阳已驻威远台，高地近万兵马，与我们貌合神离，四面皆敌，贸然动必死无疑。令旗，你看得比所有人都清楚，以你之见，当下绝境该如何布局？若南方南京大军北上秦王，我们据守山海关，前后夹击，疏附便是中兴第一功臣。若南方观望不前，我们就不断索要粮饷。他一个亡国之君，拿什么来满足？三军将士自然看得明白，人心倒向我们，水到渠成。军门，崇祯明日要亲自登营犒军，摆明了想笼络军心，挖我们根基。我们可以暗中吩咐各营将士，故意懈怠，冷言冷语，甚至假装哗变，让他在三军面前颜面尽失，看他还怎么立足。万岁爷，您醒了，奴才伺候您梳洗更衣。今日犒军不能有误。万岁爷英武，此番前往教场，必能震慑三军，收服军心。今日发饷银定的什么时辰？回皇上，定的是辰时，银箱早已清点完毕，护卫仪仗尽数就位。李若瞻、高文彩、孟章明3位将军在外等候护驾。走，去教场。皇上驾到，众将士行礼。放肆！素闻关宁铁骑纵横天下，本为军纪严明虎狼之师，今日一见，竟是一群目无君上、散漫无度的乌合之众，也配称天下精锐？众将士听令，列队整肃军容。皇上，我将周虎有话说。您说要犒军发饷，我们关宁军已经半年没皇恩浩荡，可别又像之前朝廷那样画饼充饥，最后连1文钱都发不出来。说得对，别糊弄人，要发就发现银。放肆！朕且问你，你姓甚名谁？官居何职？回皇上，末将周虎，末周虎关宁军前飞营牵主。周虎，朕记得你祖籍辽东永远，永乐年间，先祖便追随大明戍边，世代时朝廷俸禄。朕登基17年，从未亏待过边关将士。辽饷年年加征，只为供养你们守国门户社稷。如今国难当头，你不思报国，反而带头滋事，藐视君上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大明对你的栽培吗？周虎，朕再问你，按照大明律，对皇上大不敬，该当何罪？回皇上，按律当斩。好。朕知道关宁军粮饷短缺，士卒困苦，这是朕的过失。朕不怪普通弟兄，只怪那些带头造势、藐视皇权、扰乱军心的奸佞之徒。但朕今日来此，不是来求你们护驾，是来与诸位将士同甘共苦，来给诸位发饷，来与诸位共守山海关，共拒闯贼与贱奴。陛下有令，北京都被闯贼攻破了，皇上哪来的银子？指不定又是些布匹、棉花、低饷。这里是朕从宫中带出，向忠臣筹措的10万两银子。今日朕亲自给诸位将士发饷，1文不少，1两不欠。朕还承诺，只要诸位同心协力守住山海关，杀闯贼遇贱奴，日后朝廷重振，必加倍犒赏，加官进爵，印及子孙，绝不食言。朕也知道今日军中有些不和谐的口音，并非诸位将士本意，而是有人暗中挑唆离间君臣，祸乱军心。朕今日言明于此，
再有敢蔑视君上煽动哗变者，周虎就是下场。拿好，这是朕给你的饷银，好好守城，守护山海关便是守护你的家人，守护大明的江山。朕与你们共生共死。谢皇上，谢皇上恩典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威武！皇上威武！大明威武！今日朕与诸位将士立誓，闯贼破我京师，毁我宗庙，辱我臣民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贱奴虎视眈眈，妄图染指中原，此恨永世难忘。原本以为崇祯不过是个失势的亡国之君，必定狼狈不堪。可没想到，这位皇帝竟有如此杀伐果断的魄力，如此笼络军心的手段。好一个崇祯，好一个帝王心术，本波倒是小瞧你了。据关内探子加急回报，李自成已于数日前攻破北京城，大明京师彻底陷落。李自成那刘贼真的攻破了北京，好，大明亡了。中原大乱是机遇，也是危机。李自成若站稳脚跟，日后怕难对付了。中原大乱，对我们是机遇，也是危机。若让他站稳脚跟，日后怕难对付了。瑞亲王既然召我们来，心里肯定已有定计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北京沦落于满清，是百年难遇的良机。李自成根基未稳，中原已然陷入乱局，正是八旗挥师南下的绝佳时机。但明朝坐拥中原数百年，兵将仍远胜于我满清，正身八旗不过10余万壮丁，贸然出兵，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，必须从长计议。不知为何瑞亲王此刻却说什么从长计会？自皇爷爷13副铠甲起兵以来，我八旗铁骑所向披靡，何曾有过败绩？莫非你此时已经老了？若是你不敢担起摄政重任，这摄政王的位置，不妨让给有能者居之。我豪格愿领兵南下，亲率八旗铁骑踏平北京，取那朱元璋的不献子孙首级。敖哥，你敢以下犯上！我哥执掌摄政大权，岂容你这黄口小子智慧？被我说中了心事，便想动手杀人，我郑蓝旗也不是吃素的。住手！肃亲王，你太急躁。我满清确有萨尔浒之胜、松锦之捷，但你们都忘了宁远之战袁崇焕，凭借几门红缨大炮死守都城，不仅让八旗久攻不下，更是炸伤了皇爷爷努尔哈赤，致使皇爷爷不久后离世。名山火气犀利，城防坚固。李自成虽为刘贼，却能一路攻破北京。如今虽是我大清进取的机会，却也是万丈深渊，一步走错，便关乎八旗存亡。瑞亲王所言有理，肃亲王也是一心为大清着想，只是太过心急。京师已破，中原大乱，八旗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？是挥师南下，还是固守辽东？还请瑞亲王给他一个准话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李自成占了北京，那就提兵南下，杀进北京，金银财宝、美女绸缎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李自成不过是个异族，何则道哉？没错，大哥就是太过谨慎，在我八旗马刀面前，全都不值一提。两位王爷此言差矣。北京虽破，刘贼却有数十万之众，兵力数倍于我八旗。山海关尚有关宁铁骑卡在喉咙，一旦前路受阻，后路被断，八旗进退两难。当稳守辽东，积蓄兵力，静观其变，让李自成和明朝残部两败俱伤，方为上策。济尔哈王爷所言极是，李自成攻破京师，弑君灭国，乃天下共诛之国贼。我大清受天命，顺民心，当兴兵讨贼，刁民伐罪，切不可因一时贪念，毁了大清根基。诸位王爷，各位大人，且静一静。北京已破，李自成占据皇城，可崇祯皇帝的情况究竟如何？是已经以身殉国，还是被李自成俘虏囚禁，亦或是趁乱逃出北京，前往南京刘都重整旗鼓？据前线死士回报，京城之乱作一团，崇祯帝的下落目前是一团迷雾，是死是活，是否逃出北京，探子均无确切消息，只知皇宫已被刘贼占据。崇祯帝是明朝正统，其生死关乎天下民心，更关乎我大清入关的名分。若崇祯已死，明朝决胜中原无主，
我们入关便是替天行道，名正言顺。若崇祯未死，逃至南方另立朝廷，我们入关便师出无名，会被天下汉人视为异族入侵者，更会让明朝残部同仇敌忾，联合刘贼对抗我大清。崇祯生死乃是入关成败的关键命脉。索大人分析极是。若崇祯未死，落入李自成手中，我们可打着清君侧救天子的旗号关，占据道九高地。此外，睿亲王之前亲笔致信吴三桂，劝其归降，至今杳无音讯。他手握关宁铁骑，扼守山海关，是我入关的最大阻碍。这2点关键信息未明，入关之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会议也没什么好开的了，散会吧。崇祯生死未卜，吴三桂未归降，睿亲王却贸然召集众人商议入关，未免太过操之过急，决策失误了。诸位亲王大臣，如今关内讯息未明，崇祯生死、吴三桂动向皆无定死，尔等各执一词，争论半日也难有定论。既如此，便暂且退朝，待前方探得确切消息，核实名医之后，再召集群臣一同议事，切勿因意气之争乱了我大清朝纲。崇祯，你究竟是死是活？偏偏在这般节骨眼上给本王出此难题。来人，即刻召内秘书员大学士范文章、洪承畴2人深夜入府议事，事关大清国运，半刻不得耽搁。这，范大学士、洪大人到。臣范文成参见摄政王。2位先生，快请起。日见义镇大殿乱象，想来已有耳闻。本王如今猛将如云，铁骑遍野，却多半只懂弯弓骑射，真正懂天下大事、懂权谋人心者，寥寥无几。能为我大清定大计、决大夷、安天下者，唯有2位。豪哥一党明着反对入关，实则是觊觎摄政大位，阻挠进取中原。先生身在局外，看得最清，对此事有何高见？摄政王，豪格之流借守土之名行争权之事，他们忌惮摄政王一旦挥师入关，建立不世功勋，威望如日中天，再无人可治，才设下两难之举。劝顾府则错失天下，逼冒进则让您现险地。依臣之见，入关是大势所趋，军心所向。如今中原大乱，李自成破京在即，若拖延日久，八旗进取之心一旦消散，再想入关便是痴人说梦。可崇祯生死未明，始终是本王心腹大患。臣在明朝为官数十年，对崇祯知之甚深，气好颜面，刚愎自用，性情多疑。北京城破之日，以他脾性，10之8九选择君王以身殉国，绝不会屈身向刘贼低头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侥幸逃往江南，明朝内斗100年，积重难返，政令不出南京。无论崇祯是死是活，对我大清都是天赐良机。臣以为，摄政王不必再等崇祯消息，更不必等吴三桂表态，当立刻整肃八旗兵马，星夜兼程，进逼山海关，以讨贼复仇为崇祯发丧为名，行取天下之时，兵贵神速。一旦李自成坐稳北京，整编明军旧部，安抚民心，再想进取，难如登天。好，洪将军，你久历边关总督蓟辽，对吴三桂与关宁铁骑了如指掌，如何让他真心归降？摄政王，吴三桂夹在李自成与我大清之间，进退维谷。想李自成怕军队被收编后清算，归我大清又怕背负千古汉奸骂名，但他绝非愚忠之辈，而是识时务、重利害的枭雄。外无援兵，内无粮了，根本没有第3条路可走。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第一，前世携带重礼与摄政王亲笔信，许以列土封王，永镇辽东之重诺。第二，大军压境，兵临城下，让他没有侥幸，没有退路。李自成破京后，拷掠百官，追赃诸相，以失尽中原民心。我大军入关，只需高举为崇祯复仇、剿灭闯贼大旗，严明军令，
中原市民必支持呼江以迎王师。就依二位先生所言，明日一早本王再开议政王大臣会议，谁敢再阻入关大计，休怪本王无情。范文成，即刻草拟讨贼檄文，昭告天下。洪承畴，即刻着手安抚汉民，筹措粮草，保障大军后路。臣遵旨。大明已亡，刘贼无道，天下无主。我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挥师入关，定鼎中原。平说吧，今日教场之事，您亲眼所见。崇祯抵达山海关不过3日，便当众斩我指使的牵斗，杀鸡儆猴，亲手将饷银发到士卒手中，恩威并施。不过1个时辰，便将3万关宁并士的心尽数收归其有。往日都说崇祯优柔寡断，刻薄寡恩，今日在校场眼神锐利如刀，杀伐果断，分明藏着一代雄主的气势。我又何尝不震惊？此前奉诏入京3次面见崇祯，面黄肌瘦，眼窝凸现，整日唉声叹气，只会拉着陈手垂泪哀求。可自他抵达山海关，判若两人，斩千总雷厉风行，发饷银放下身段，手段精准狠辣，直击要害。若不是亲眼见过他昔日落魄，我真要怀疑如今坐镇邢台的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崇祯。无论这位崇祯是真帝觉醒，还是狸猫换太子，今日发饷终究杯水车薪。3万关宁军每月军饷耗银粮草不计其数，山海关仓路空虚，存粮仅够3月，仅凭10万两，撑不过1月便会断饷。属下以为不如顺水推舟，继续索要2奖军械银两。若他能调集江南赋税，凑其所需，便证明大明气数未盛，我们便死心塌地辅佐中兴。若他拿不出钱粮，四处求告无门，便证明天下已分崩离析。到那时不必再守君臣名分，只管观望李自成与满京出嫁，待价而沽，为关宁军谋一条最稳妥的出路。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如今早已不是死守终结的时代，实力为尊，利益至上。先探崇祯的底，再定去向，绝不做无谓牺牲。启禀平西伯，府外有人求见，称有绝密要事，需单独面见您。什么人？从何处而来？回平西伯，来人不肯透露姓名，只说是从北方而来，有亲笔密信，务必当面呈交，片刻不能耽搁。他们如何入城？可有被锦衣卫或监军邢台察觉？半字不能隐瞒。平说伯息怒，来人是从长城旧道秘密小径入城，有暗哨一路护送，避开所有关卡眼线，绝无一人察觉。立刻将人引到后院密室，不得有任何人跟随。此事若有半分泄露，你提头来见。小人遵命。平说王是满清的人，多尔衮竟在此时派人前来。不必多言，见了便知。臣内湖文院学制詹霸拜见平叔我，清廷学制来葛拜见平叔我。二位身居清廷高位，竟敢冒险潜入山海关，所谓何事？平师伯，我二人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，特来递送亲笔密信。北京城破天下大乱，摄政王心系苍生，更念平师伯镇守山海关数十载，赫赫功勋。封平西王世袭罔特，梁东、梁田千顷，关宁军尽归节制，保全将士身家性命。平师伯，摄政王的心意与诚意，信中已尽数道明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归顺满清，可保一世富贵，掌控兵权，却要背负千古骂名，沦为外族入侵的帮凶。效忠崇祯，看似名正言顺，可无钱无粮，难以为继。投靠李自成，京城拷打百官，凉薄无情，残暴嗜杀，必难长久。3步路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一步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平社报，若您有意详谈，摄政王即刻便会派遣范文烨大学士、洪承畴大人这般核心重臣，亲自前来山海关，与您当面密议，敲定所有细节。信，本王收下了。二位先回驿馆歇息，容本王思上几日。
平真伯，多尔衮开出封王裂土的条件，您当真不动心？本王不动心，本王比谁都动心。可动心归动心，想闯是死路，降清是绝路，效忠崇祯又怕是无底洞。这盘棋一步走错，便是满盘皆输。叔父，听闻满清的使者来了，所谓何事？叔父，侄儿倒有一计，您可立马动身前往监军行台，就说山海关缺银少粮，军械匮乏，粮草仅够3月，军饷撑不过1月，请他立刻想办法筹钱筹粮，既能试探崇祯底牌，也能为后续留下退路，一举两得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本将这就去见崇祯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！居然查在平世伯府内的绝密探记回报，关外蛮境使臣已潜入王府密室与吴三桂密谈。关外，吴三桂竟敢私通清廷！皇上，事不宜迟，赶紧从海路逃往南京。若是再迟一步，吴三桂必定对皇上不利。众卿家不要慌，情况未明，不可妄下结论。皇上，平县伯吴三桂在外面请求见驾，说有军国大事当面启奏。让所有人退下，只留你与高文华在侧，宣吴三桂觐见。宣平西伯吴三桂进京。臣吴三桂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世伯免礼，山海关乃国门前线，你日夜操劳，不必多礼。平世伯今日匆匆求见，所谓何事？回皇上，李自成的顺军与多尔衮的8旗清军必定会探知皇上亲临山关的消息，到那时，两路强敌东西对进，山海关腹背受敌，必成夹击死地。关宁军如今缺银少粮，军械破旧，战马羸弱，粮草仅够3月，军饷撑不过1月。若是没有充足前连军械支撑，恐怕难以抵挡。今日朕在校场发放白银10万两充作军饷，还不够。回皇上，10万两放在数万关京军身上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将士们数月未发足额军饷，粮草只够不足月余，请陛下再拨钱粮，稳住军心。听说王，除了缺银少粮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朕禀报？回皇上，军国大事莫过于此，臣并无其他事情启奏。朕再问你一次，当真没有事情向朕禀告？臣一心为国，绝无半分隐瞒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朕问你，平时我，你会不会降清？